往豆腐裡面加入雞蛋，這才是豆腐最簡單又好吃的做法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今天用豆腐搭配雞蛋分享一道好吃的家常菜。首先準備2塊清洗乾淨的豆腐，對半切開，切成大約1厘米左右的小長條，然後再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方塊。豆腐不需要切太大，不然的話很難裹上雞蛋液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個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幾個雞蛋，雞蛋的數量也是根據家裡人口的多少來定。加入少許的食鹽，提前入下底味。加入幾滴白醋，這樣不僅可以去除蛋腥味，同時還可以使雞蛋炒出來更蓬鬆。大約攪拌2分鐘左右，把雞蛋攪拌成視頻中這樣用筷子挑不起來就可以啦。做這道菜我喜歡加一些肉末，準備小塊瘦肉切成薄片，最好挑選這種里脊肉，因為里脊肉是豬身上最鮮嫩的部位。稍微的剁幾下，剁成稍微粗一點的肉末。處理成視頻中這樣，放在盤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幾粒去皮的大蒜，用刀拍一下，拍過的大蒜更容易激發出蒜香味。然後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蒜末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薑絲，最後切成稍微細一點的小丁。幾個清洗乾淨的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不能吃辣的也可以不用放。全部切好和薑蒜放在一起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準備一鍋開水，加入1大勺食鹽，稍微攪動一下，使食鹽完全化開。把準備好的豆腐直接倒在鍋中，經過焯水可以去除豆腐的豆腥味，還能讓豆腐定型不容易碎。稍微的攪動一下，使豆腐丁稍微更均勻。焯水的時間也不需要太長，因為豆腐丁切得比較小，焯水30秒左右就可以啦，不然豆腐的營養很容易流失。控水撈出，放在盤中備用。準備平底鍋，不需要放油，把鍋燒熱之後，把豆腐直接倒在鍋中，稍微的整理一下。這一步的目的是把豆腐裡面的水分煎乾。水分完全煎乾以後，加入1大勺的菜籽油，因為菜籽油有一種特殊的香味，同時顏色也會更漂亮。稍微的轉動一下鍋，這樣可以防止粘鍋，同時還可以使豆腐受熱更均勻。底部完全定型之後，我們用鍋鏟翻動一下，使豆腐的每一個面都能夠均勻的受熱。煎豆腐我們一定要有耐心，整個過程大約要2到3分鐘左右，把豆腐煎制成視頻中這樣，表面微微金黃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雞蛋液直接倒在鍋中，稍微的轉動一下鍋，使雞蛋液分布均勻，使每一塊豆腐都能夠均勻的裹上雞蛋液。把火調到最小，扣上鍋蓋，稍微的燜2分鐘左右，這樣可以使雞蛋液在最短的時間內完全的凝固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雞蛋和豆腐的鮮香味。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個鍋蓋，借助鍋蓋把豆腐翻過來煎另外一面。這裡一定要小心點，不要燙到自己的小手啦。
用這種方法把雞蛋翻過來，不容易翻車。哇，現在的雞蛋豆腐顏色金黃，看着都特別有食慾。同樣，大約煎至2分鐘左右，充分的把雞蛋豆腐煎出香味。煎成視頻中這樣，盛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菜籽油，油溫燒至2成，把做好的肉末直接倒在鍋中，小火把肉末炒散開來，炒至微微的變色。像這種肉末千萬不能炒太長時間，不然吃起來會發財。大約翻炒20秒左右，炒至肉末微微的變色就差不多啦。接下來加入切好的薑蒜小米椒，稍微的翻炒幾下，把輔料炒出香辣味。往鍋中加入2大勺的黃豆醬，增加醬香味。稍微的翻炒幾下，這樣後續和食材混合會更香。炒至醬料微微的起泡，濃郁的醬香撲鼻而來。這個時候往鍋中加入小半碗的溫水。接下來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小半勺的生抽醬油。因為黃豆醬有鹽味，我們只需要加入少量的食鹽，少量的松茸鮮，少許的白糖調味，快速的攪拌均勻，使所有的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接下來加入少許的水淀粉，澆上薄薄的芡汁，輕輕的推動一下，使芡汁變得濃稠透亮。經過這樣熬製出來的醬汁，能夠更好的掛在食材的表面。把熬得濃稠噴香的肉末醬汁均勻地澆在金黃酥脆的雞蛋餅上，醬汁順着蛋餅的紋路慢慢的流淌，瞬間香到骨子裡。加入切好的蔥花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香味。這樣做的雞蛋豆腐餅簡單又好吃，廚房小白也是零失敗。如果你也喜歡，就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關注我，每天解鎖家常菜的制作過程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好啦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